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那么在今天呢，恭喜大家在大年初三呢，恭喜发财。那么在过年的好日子里面呢，来跟大家分享，在2025年进入12年之后呢，台股未来的展望。我们看到在农历过年前，财讯想祝福所有频道会员与观众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长期以来的支持与肯定，这些鼓励都是让我们继续带来精彩内容的动力。再次感谢频道会员，也欢迎大家订阅、按赞与分享。新的一年，请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产业发展，掌握投资脉动。黄润勋先生呢，再度来到台湾3天，这个3天的行程，那么他仍然一贯的来热情的跟大家签名问好，同时也逛夜市。那么我们也看到他这一次呢，他除了高喊 AI 之外呢，他也对 Team Taiwan 呢，他不断的加持，这个加持也给他带来更大的信心。我们可以看到，在经过2022年的 AI 的启蒙，到2023年 AI 在硬体的供应链当中，黄润勋把台湾的供应商大家都在一起，那么来共同迎接 AI 的盛世跟狂潮。我相信这是一个在台湾整个产业链当中过去来看难以想象的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对未来台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一张图形放大，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同样这一次在瓦窑来招待台湾的供应链的厂商，那么大致上有30几家供应商呢，那么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那么这个供应商当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在这个名单里面呢，我们来审视一下身价最高的大概魏哲家，然后呢从鸿海开始到刘扬伟、广达的林百里，那么伟影的洪立令那么再往下看呢，包括华硕的施崇堂，也包括他的执行长胡书斌，另外和硕的童子贤，到细品的蔡奇文。好，这一次呢，我们看到黄润勋最早其实他回台湾第一站呢，到细品，那么去看他的先进封装，所以他跟蔡奇文先生呢有老交情。我们看到照片上黄润勋右手边这一位呢，他其实年纪已经70几岁了，他是林文博在当年创办细品的老战友。那么林文博现在已经退到第2线了，但是呢，蔡奇文先生呢，他可以跑马拉松，那么身材跟体能都维持非常好，虽然年纪大，但是呢，他精神抖擞。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可以了解细品在先进封装，他得到黄润勋呢第一批的钦点，这个钦点也是告诉大家，他没有把这一次呢技术跑到日月光，他走到细品去。那么这个背后当然有非常多值得大家玩味的地方。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宏基的陈俊盛、伟创的林宪明、英业达呢，这一次董事长叶国仪的儿子叶立成，那么总经理是蔡志安。那蔡志安这次他也特别提到，在过去一段时间，英业达在生产基地的移转当中，那么现在呢，相对中国，他说在供应链里面，英业达算是后面呢，他终于醒过来，在中国供应链夹杀当中英业达也在积极寻找新的供应基地。技嘉派出了李仪泰总经理跟林英宇同时工业互联是郑鸿梦先生，那华擎是许龙伦总经理，另外维新是徐想。这张照片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前面一排有人在网络上讲，他说后排的没有运动，那能够蹲得下来的大致上是比较有运动的，所以他说前排有运动，后排没有运动。但是大家可以想到这是一个调侃，但是呢非常有人情味也告诉大家，黄润勋把供应链的相关的企业呢，这些老板把它聚集在一起。所以我想这个大家可以看到，黄润勋在这一次回到台湾，他把 Team Taiwan 呢放在非常关键的位置上，同时呢他也参加了伟创的尾牙，他同时告诉大家会跟伟创携手打造 AI 的超级电脑，重新定位运算。这个算力的未来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伟创将来它其实在2023年的4月的时候呢，股价已经到161块半，它已经停顿2年，大约就在100块上下。那这次有了黄润勋的加持，伟创能不能大展宏图，外界都大家高度来寄予厚望。
那么这一次在黄仁勋来到台湾的关键时刻，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辉达的表态呢，美国这一次把晶片呢它分成的3个禁制，那么台湾跟日本还有南韩跟欧洲众多的国家18个国家呢是第一级没有任何管制的第一层的市场，那第二层的市场呢是要报备，那么要经过核准，这当中有全世界包括新加坡、印度在内的88个国家，那么第3级是完全都禁制的，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跟叙利亚。那这个情况往后推演下去呢，到底会发生什么影响？那这一次可能要非常注意的，在川普总统就任的关键时刻，黄仁勋没有参加川普总统的就职，那么他跑到北京，这个身影也给大家留下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到底未来的辉达会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大家值得拭目以待。在川普上任的首日呢，辉达的股价是上涨了到 140.6， 那么它的市值跑到3兆4480亿美元，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已经超过了苹果，再度成为美国最大市值的公司。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那么也预告2025年呢，全世界在 AI 的浪潮当中，那么辉达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黄仁勋先告诉大家，你要尽量的靠近果树，即使来不及接住掉落的苹果，那么只要是第一个捡起来的人就好。这是黄仁勋来到台湾带给大家的身影，那么他对台湾带来最大的影响。黄仁勋呢，团结了台湾的供应链，那么把台湾的供应链大家紧紧的凝聚在一起。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感受到，在众多的供应链成员大家携手同心当中啊，台湾的相对硬体供应链会受到大家非常高度的关注，在全世界有占有一席之地。回头我们看到，在这一次也跟黄仁勋呢有非常好交易的魏哲家董事长，所以他说在最先进的制程研发跟量产结合一定会留在台湾。他说要掏空台积电门都没有。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同时公布第4季的营收跟税后净利，在第4季的营收当中，台积电已经到达8684.6亿了，那么营收达到3746.8亿，那么整个加起来呢是前年 2.8943 兆，这个是台积电历年最好的成绩单。同时啊，税后净利呢是1兆1724亿。那么在第3季台积电公布法说会的时候呢，我大概估计一下，台积电第4季获利加上去呢，大概会 1.15 兆，那么最后的结果是 1.1724 啊，比我估计的来的要高。我们看到台积电的第4季 EPS 啊是 4.45， 它的存益破兆元到 1.17 兆，这个时候呢 EPS 达到 45.25。 我把台积电的法说会比较进一步完整的来做一个整理，大家看到台积电的第4季的毛利率呢，它上升到 59%， 营业利呢达到 49%， 净利率 43.1%， 这个都是台积电登峰造极非常重要的代表作。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如果大家把台积电的第1季到第4季的每一季的获利呢来做一个比较，它的第1季从8.7块到第2季呢 9.56， 第3季呢到 12.54， 第4季达到 14.45。 我们也要看台积电的股价在2025年到底会落在什么样的区间。第一个呢，如果进入到2025没有地缘战略的因素，如果它能够从12、13块左右起跳，那么到年底可能会到16、17、18，这个时候呢，它2025年的 EPS 呢很可能会达到60左右。那么从今年的45到2025到60，那么大家可以回头推算，台积电是可以推算本益比的公司。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市场上给它25倍的本益比，那么台积电应该有到1500块的实力。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在现在众多的外资机构当中啊，大致上它对台积电有一些目标价的喊价。我们来回头审视一下，花旗证券呢是1540，而汇丰证券呢是1500。同时我们看到最低的大概是大摩的摩根斯丹利呢是1388，大致上都在这个区间。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最乐观的市场预估台积电的在2025年是1680，最低啊到1388。如果从这样的一个情境来看，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在2025年台积电如果能够带领台股再度往前走，我相信台湾的指数空间冲破24000点是可能性是高的。我们看到国泰经济的信心调查指标，股市乐观指数呢会上冲24000点，那么民众呢大部分是看好的，这个是值得大家来审视的。我们看到从1990年到现在，台股其实在1990年曾经到过12682，那么后面呢有
30年的停顿，主要呢是在两岸关系太好。那么我们看到两岸关系造成台湾的产业的空洞化，台湾的人、台湾的钱源源不绝往中国大陆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台股大概30年没有办法突破12682。那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如果大家再回顾一下，去年在总统大选的时候呢，柯文哲先生断言，假如赖清德当选，会有2种惨况。第一个呢，外资会全跑光，股市会一路下跌。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股票市场在去年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呢，17161点，那么现在呢过了23000了。那么大致上你可以想象得到，在这段时间台股相对是大幅的上升。我们也看到两岸的贸易，我们对美国的贸易出超呢来到648亿，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呢699.99亿。那么现在看起来，在2025年呢，我们对美国的顺差跟对中国的顺差，很可能这个图形它会交叉。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对中国的贸易占比从43.9%现在降到31.7%，对美国的贸易占比从11.7%现在拉升到现在是23.4%。这个情况呢，在资通讯产业去年2024年成长59%的带动之下呢，我相信到2025年台湾仍然会有更美好的发展。我们看到2024台湾资通讯产业的10大展望，这当中从 AI 伺服器到后面现在正在大力推动的矽光石，我们也看到这是 CoWoS 先进封装，然后呢一直往前走，包括电动车，包括现在的低轨道卫星也大行其道。这个是在资通讯产业当中今年所面对的。另外2024的10大科技产业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其实在现在会地面的通讯网路，台湾有很多像智邦不断的领航往前走， Micro LED 呢现在也在路上，那 OLED 的发展也在入正当中。我们看到新科技的发展，也包括后面的 AR、AI 的眼镜快速的起飞。这个情况也提醒大家，在川普的 2.0 时代，这个世界会有很大的改变。在拜登的4年，拜登政府呢基本上是用围堵的方式来围堵中国的扩张，但是呢川普现在呢他采取了一个呢对科技业大幅度的松绑，这个松绑呢最后他会拉大美国领先中国的科技实力的差距。台湾在亲中跟亲美当中，现在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在科技创新的路上，台湾跟着美国走。我相信这是2025年当中大家所看到的未来的趋势发展与展望。那如果要对2025年要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呢，台积电好，台湾也会更好，这是最核心的，也就是台积电的命运会主导台湾股市未来的前景。另外一方面呢，台湾会有众多有竞争力的公司，也会在2025年不断的往前挪动，这当中包括联发科跟辉达现在合作的 AI PC， 那么能不能有效的推动到全世界，还有台达电、广达到日月光 AI 相关供应链能不能大放异彩，都是2025年大家值得高度关注的。另外还有一个大家看到，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台湾的资金回流所造成台湾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去年1年台湾的金控公司获利到5972亿，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在富邦金控、国泰金控一直到现在中信金、元大金，那么在去年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台湾如果在2025我们可以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湾未来还有更大发展的空间。那么这是今天在大年初3给大家带来的投资的情报，感谢大家的观赏，祝大家新年恭喜。那么大家在12年能够行大运，能够发大财，感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